第一课，后续沟通。让我收集数字，稍后再回复你。听起来不错，我很感激你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。当然，我想确保我们做出尽可能好的决定。这是个聪明的方法，掌握所有信息有很大帮助。最后，我想知道你是否需要我提供其他任何东西。是的，如果你能查看交货时间表，那会很有帮助。绝对可以，我一定会把它包括在我的后续行动中。谢谢，我对所有这些信息更有信心。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让我们确保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第二课，沿海文化。海岸线上到处都是渔村，风景如画。听起来很漂亮，我喜欢沿海社区的魅力。是的，农业在该地区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对当地经济而言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农业？他们种植各种农作物，包括水果和蔬菜。这很有趣，我敢打赌，当地市场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。绝对可以，该地区的新鲜农产品吸引了游客。这听起来像是体验当地文化的好地方。确实如此，你可以在那里学到很多关于社区的信息。第三课，自然的影响。这是个好观点。受自然启发的元素可以为任何空间增添宁静感。我完全同意，将户外活动带入室内可以让人平静下来。是的，它建立了许多人渴望的与自然的联系。没错，植物和天然材料确实可以改变房间。您是否尝试过在家中融入任何自然元素？是的，我有几种植物能真正让我的客厅充满活力。太棒了！我听说植物也可以改善空气质量。它们确实如此。此外，它们还为空间增添了活力和色彩。我可能还得去买一些来换我的地方。第四课，旅行愿望。好吧，我想探索一个新城市，在美丽的海滩上放松身心。这听起来像是完美的度假胜地。你有特定的目的地吗？我正在考虑去一个热带的地方，也许还有丰富的文化可供探索。那太神奇了！将冒险与放松融为一体，是两全其美的选择。没错，我也想体验当地的美食和活动。你考虑过你想待多久吗？我正在考虑1个星期，它应该给我足够的时间来享受一切。听起来很理想。您将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和探索。我等不及要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。第五课，晨间散步。那个公园听起来很适合早上散步，
我真的很喜欢在户外开始新的一天。绝对可以。新鲜空气和风景确实可以为当天定下积极的基调。我同意。我们应该一起去吗？是的，我会喜欢的。这将使体验更加愉快。也许我们每次走都能探索不同的道路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它让事情变得有趣。另外，我们可以互相激励他们坚持下去。没错，有个散步伙伴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就为下周初做计划吧。要到达纪念碑，你可以乘坐出租车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听起来很方便。公共交通工具容易通行吗？是的，它非常易于使用，尤其是使用英语标志。很高兴知道，我现在使用它感觉更舒服了。另外，这是在旅行时更多的游览城市的好方法。我同意。我喜欢在通勤时观察当地的生活方式。没错，它增加了参观新地方的整体体验。我们应该在出发前查一下最佳路线吗？当然，提前计划可以为我们节省时间和压力。第7课，天气检查。当然，顺便问一下，你检查过明天的天气了吗？不，我没有机会。应该下雨吗？我听说可能会有阵雨，所以最好检查一下。这将是有用的信息。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我们的计划。没错，为不断变化的天气做好准备总是更好的。我们应该打包雨伞以防万一吗？是的，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。安全总比后悔好。同意，我一定要带上我的。太棒了，但是让我们希望天空晴朗。第8课，医院就诊。我明天要去医院，我得把扁桃体切出来。哦不，这听起来有点令人生畏。你紧张吗？有一点，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常见的程序。确实如此，许多人毫无问题地完成了这项工作。没错，我只想确保一切顺利。我明白了，你有人要带你去吗？是的，我的家人会在那里支持我。太棒了，获得支持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希望很快能重新站起来。第9课，公开仪式门票。意思是小票，这些门票是给参加公开仪式的人的。这很有趣。那是什么样的仪式？这是对社区成就和里程碑的庆祝。这听起来很有意义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吗？是的，
门票允许人们参加和享受庆祝活动。我喜欢这样的活动，他们确实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没错，它培养了社区意识和自豪感。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或表演吗？是的，有演讲、音乐，甚至还有一些当地的小吃摊。第10课，咬指甲的习惯。我不知道我哥哥是否会停止咬指甲。这可能是一个很难改掉的习惯。他想停下来吗？他确实如此，但看来他每年都在为此苦苦挣扎。我能想象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每年1月，他都打算停下来，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有趣的是，习惯怎么能如此持久？是的，有时改变需要的不仅仅是意志力。也许他可以尝试一些技巧来帮助他戒烟。这是个好主意，积极的强化可能对他有用。第11课，购买新烤箱。好吧，我最近从一个以效率著称的品牌那里购买了一台新烤箱。太令人兴奋了！它有什么功能？它具有自清洁选项和多种烹饪模式。这些都是很棒的功能，它必须使烹饪更容易。是的，而且升温速度很快，可以节省大量时间。我明白你为什么选择那个品牌，效率是厨房的关键。没错，我想少花点时间做饭，多花点时间享受美食。你用它尝试过任何新食谱吗？还没有，但我期待着尽快进行实验。第12课，社区参与。在过去的20年中，我们从一开始就真正融入了社区。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，它表明了对地方发展的坚定承诺。绝对可以，但是我们准备好迎接一路上的挑战了吗？这是个好问题，它通常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。是的，太简单了一词，往往无法反映现实。没错，社区工作需要大量的奉献精神和适应能力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你看到过社区的任何具体变化吗？是的，已经进行了许多改进，但挑战仍然存在。这是一段持续的旅程，不是吗？第13课，工作要求。这个职位有什么要求？强大的沟通技巧和经验至关重要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沟通是任何角色的关键。绝对可以，这对于团队合作和协作至关重要。他们还需要任何特定的资格吗？是的，相关的学位或认证也可能很重要。我明白了，知道要准备什么真是太好了。当然，拥有正确的技能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。
你在考虑申请类似的职位吗？第14课，晚餐计划。2. Uchiudo. Tuesday. 2. Dao sohuachuo. 听起来很好吃，烤蔬菜增添了很棒的味道。我同意。另外，这是一个易于准备的健康选择。是的，你可以用手头上的任何蔬菜对其进行自定义。没错，这是用完剩菜的好方法。你打算添加任何特殊的酱汁或香料吗？我想用一种大蒜和香草酱来增强口味。好极了，这确实会提升这道菜的档次。我等不及要尝试了。第15课，借用物品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借我的工具，一定要小心使用它们。谢谢，我很感激。你有哪些工具？我有一把钻头、一些扳手和一台砂光机，它们都状况良好。太完美了，我可以用钻机来做一些我想到的家庭项目。请记得把它们按原样退回即可。绝对可以，我会好好照顾它们的。我可以借用它们多长时间？1周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，请告诉我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一定会尽快完成我的项目。我等不及要看看你创造了什么。第16课，关注健康。嘿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听说你一直在关注自己的健康。我很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我一直在努力吃得更好，经常运动。太棒了！到目前为止，你做了哪些改变？我已经开始准备饭菜了，早上去跑步了。听起来很棒。准备膳食可以在1周内节省大量时间。没错，它可以帮助我坚持我的健康饮食目标。你喜欢跑步吗？它能让我清醒头脑，增强我一天的精力。太棒了，继续努力，听起来你走在正确的轨道上。第17课，安全旅行。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帮助，祝您旅途安全。如果您需要其他任何东西，请告诉我们。谢谢，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想确保你得到很好的照顾。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你认为我应该带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我建议你在离开之前检查一下天气。好主意，我一定会这样做的。而且不要忘记携带任何必要的文件。是的，我会仔细检查我的护照和机票。完美，安全旅行，我等不及要听到你的旅行了。第18课，市场研究。绝对可以，我们应该进行市场研究，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。
这是个明智之举。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具体领域？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客户的偏好和购买习惯。是的，了解我们的受众将有助于我们创造更好的产品。没错，了解他们最看重什么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发送调查还是进行访谈？两者结合可以提供全面的视角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错的计划。让我们开始起草一些问题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能收集到什么见解。第19课，旅行规划。嘿，你最近考虑过计划旅行吗？是的，我一直想探索新的地方。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你有目的地吗？我正在考虑一些选择，也许是热带的地方。热带听起来很棒。这些地点对你有什么吸引力？我喜欢海滩，也喜欢体验不同文化的机会。这是个很好的理由。你以前经常去热带地区吗？没有我想要的那么多，所以这将是一次很棒的冒险。让我们一起研究一些选项。第20课，办公要求。我有一些办公室里的人需要的信息。很高兴听见。他们需要什么？你必须在某个时候去办公室收集所有必要的细节。这是有道理的。亲自获取信息通常更容易。没错，面对面的会议可以快速澄清许多事情。我应该为那次访问准备什么吗？是的，请带一份问题清单，以确保你涵盖了所有内容。我会的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。当然，我相信你会收集所有需要的信息。第21课，职业偏好。你的职业偏好是什么？我对各种行业持开放态度，但我有一些最喜欢的行业。这是个好方法。你在考虑哪些行业？我对科技和医疗保健特别感兴趣。这些都是快速增长的领域。他们对你有什么吸引力？我喜欢科技如何改善生活，而医疗保健始终是必不可少的。绝对可以。在能有所作为的领域工作是有意义的。是的，我希望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中感到满足。这是一个明智的观点。继续探索这些选项。第22课，饮食习惯。你知道，他回来时经常肚子疼，因为他吃的太多了。真的吗？听起来不舒服。他从中吸取过教训吗？不是真的。他似乎太喜欢食物了，根本不在乎。我能理解这一点。有时候食物太诱人了。没错，但是倾听身体的信号很重要。
是的，适度是关键，尤其是在享用丰盛的膳食时。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当然，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吃自助餐的节奏。这是个好策略，一切都与平衡有关，对吧？第23课，电影偏好。他有很多最喜欢的演员和女演员。这很有趣。他有最喜欢的电影类型吗？是的，他有时会看悲伤的电影，这些电影确实会让人心跳加速。我明白为什么。情感电影可能非常有影响力。绝对可以。之后他们经常会引发深入的对话。你也喜欢看悲伤的电影吗？有时候，但我更喜欢喜剧来减轻心情。这很公平。流派的良好组合使事情变得有趣。当然，通过电影探索不同的情感真是太好了。第24课，全球分支机构。该组织在所有6大洲都有分支机构，拥有170多个成员国。哇，太令人印象深刻了！管理如此庞大的网络一定具有挑战性。当然，与如此多的文化和法规进行协调很复杂。我能想象。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他们侧重于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。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，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很重要。是的，这需要理解和尊重不同的观点。没错，合作是解决全球挑战的关键。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将来如何继续成长和适应。第25课，冒险在等着你。立即冒险听起来很完美。关于探索新地方，我完全同意。绝对可以。发现未知的事物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。你有没有想过要先去哪里？我向群山倾斜，我喜欢徒步旅行和呼吸新鲜空气。听起来太神奇了，那里的景色一定令人叹为观止。是的，我喜欢一次愉快的徒步旅行带来的挑战。那你呢？我一直想探索一个充满文化和历史的、充满活力的城市。那会很有趣。城市中的能量可能非常鼓舞人心。没错，让我们一起计划我们的冒险之旅，这可能会很有趣。第26课，音乐选择。学弹萨克斯管怎么样？听起来很有趣。或者，也许你更喜欢像小提琴或大提琴这样的弦乐器。我一直很欣赏大提琴发出的声音深度。大提琴的音调优美而丰富，它确实可以唤起强烈的情绪。没错，但是萨克斯管的氛围如此活泼愉快。没错，它非常适合爵士乐，为音乐带来大量能量。
你认为从哪一个开始会更容易？我想说，萨克斯管可能更适合初学者。好主意，也许我应该先试一试。第27课，清晰的沟通。我同意，为了更清晰起见，让我们说清楚，包括具体日期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它可以帮助每个人保持一致。没错，它避免了对时间表和期望的任何混淆。我们应该起草一封概述所有内容的电子邮件吗？是的，让我们确保重点介绍关键日期和任务。我会处理的。有效沟通很重要。绝对可以。清晰的沟通对于顺畅的协作至关重要。一旦我们将其发送出去，我们可以进行跟进，以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。很棒的计划，让我们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。第28课，良好的商业惯例。在人们与您交谈之前，与他们交谈很重要，尤其是在商业领域。我同意，建立关系是了解他人需求的关键。沃尔顿还认为，供应商的优惠协议应该传递给客户。是的，业务透明度可以建立信任和忠诚度。没错，它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了双赢的局面。你见过做得好的企业的例子吗？是的，许多当地商店都注重社区参与和公平定价。这太令人鼓舞了，它表明道德实践可以带来成功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积极的影响。第29课，愿望和愿望。这些愿望很有趣，因为我不想浪费它们。是的，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很重要。如果这意味着失去我的价值，我想我不会想要数百万美元。这是一个明智的观点，财富应该伴随着责任。没错，我宁愿有足够的钱过上舒适的生活，并帮助他人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这是关于在生活中创造一种平衡。是的，专注于体验而不是物质事物是关键。绝对可以，记忆比财产的持续时间更长。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，让我们保持这种心态。第30课，食品创新。晚餐或冰淇淋圣代可能会从机器里弹出来。这听起来很未来主义，想象一下那会有多方便。这肯定会节省烹饪和清理时间。是的，但是味道会和自制的饭菜一样好吃吗？这是个大问题。新鲜食材通常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没错，我认为自己准备食物有一些特别之处。我同意，烹饪可以是一个创造性而愉快的过程。这也是共享膳食时与他人联系的一种方式。没错，让我们在享受现代便利的同时，欣赏烹饪艺术。
第31课，灵活的领导力。总之，灵活的领导方针在当今世界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适应性可以显著影响团队的成功。是的，领导者需要有效的应对变化和挑战。你见过灵活领导的成功例子吗？绝对可以。拥抱变革的公司往往会在艰难时期蓬勃发展。一些领导者如何通过灵活性促进创新，这令人印象深刻。没错，鼓励团队的投入可以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协作是任何领导角色的关键。在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时，让我们牢记这些原则。第32课，结识新朋友。很高兴听到。你见过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吗？还没有，但我已经见过几个同事了。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认识每个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是的，我很期待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。在工作中建立关系可以极大的提高工作满意度。绝对可以。在工作场所有朋友真是太好了。你找到兴趣相似的人了吗？是的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喜欢徒步旅行和户外活动，就像我一样。太棒了！也许你可以一起计划一些郊游。第33课，商业要点。创建和销售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活动令人着迷。是的，他们确实如此。您认为业务中最重要的职能领域是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营销和销售对于将产品推向市场至关重要。当然，但是生产和客户服务同样重要。没错，每个领域都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全面成功。你自己参与过这些领域吗？是的，我做了一些营销工作，真的很有收获。太棒了！了解各个方面确实可以提高你的技能。当然，在商业世界中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。第34课，公共交通。太棒了！公交车在这个区域多久运行一次？在高峰时段，他们通常每15分钟运行一次。这很方便，它使出行变得容易得多。是的，它有助于减少等待时间，这始终是一个加分项。你觉得这里的公共交通可靠吗？大多数时候，是的，通常是按计划进行的。很高兴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喜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这里也一样，它很环保，而且通常比开车压力小。没错。那么，让我们使用公交系统来计划行程。第35课，中年儿童视角。我想我喜欢当中间的孩子，我可以和我的姐姐和弟弟交往。这很有趣。
身处中间，通常会给你一个独特的视角。没错，我能看到事物的两面，这有助于我调解冲突。这听起来很有价值。你觉得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观点吗？是的，当然，我能理解我姐姐的责任和哥哥的无忧无虑的态度。但是，这必须是一种平衡行为。你是如何管理的？我会尽量听取他们两个的意见，并在需要时提供建议。这是一种成熟的方法。身为中间孩子似乎有其好处。确实如此，我很欣赏我在我们的家庭动态中所扮演的角色。